好耶，又来给屏幕前绝绝子的你做绝绝子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伯尼斯。视频的开头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的数据仅供参考，届时大家还是以正式服、正式时装的数据为准。先给伯尼斯这个角色的定位做一个开头总结，后台副 C， 就这么4个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好的，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账号的伯尼斯的一个面板。现在我的伯尼斯是一个0命0+1的伯尼斯，然后呢带着混沌爵士4件套和自由蓝调2件套，6号位带着异常掌控，5号位火属性加成，4号位异常精通，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然后天赋的话 A B C D E F 全部点上了，然后呢技能全部点到了11级。等一下的录屏中，如果我不进行特殊说明，我都会用这一个面板的伯尼斯给大家进行展示。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急，后续我会把它的专武下调，给它换成更平民的武器，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比评测的。那么在正式开始实战之前，我还是例行先给大家讲解一下伯尼斯的所有技能机制，还有实战中的输出手法细节。如果你已经是绝区0高手了，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9分40秒开始看哦。我先把伯尼斯的那种对比其他角色没有啥亮点，实战中也基本上不会去用的那种凑数技能，先给大家一股脑的展示了。这些技能分别有点按普攻，点按普攻我们会进行5段的连击，但是呢这点按普攻在实战中呢几乎是用不到的，以及没有能量状态下的普通特殊技，普通特殊技的伤害非常低，实战中几乎也用不到，以及冲刺攻击、闪避反击、快速支援。总之，以上黄字标注的这些技能呢，都是实战中伯尼斯几乎不会去用到的技能，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消化一下。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伯尼斯实战中最常用到的技能——强化1技能。它的强化1技能分为单管和双管2种模式。我在这里选择70级的杜拉汉作为靶子给大家展示。单管模式，我们只要一直长按着 E 就可以发动，消耗25%左右的能量，会给对面的杜拉汉累计55%左右的灼烧异常值。而双管模式是我们在进入单管模式后，立刻再次长按 E 就可以发动。双管模式会消耗50%左右的能量，并且给对面的杜拉汉累计80%左右的灼烧异常值。不管它使用的是单管还是双管，期间伯尼斯的抗打断能力都会上升，并且受到的伤害会降低40%。总之，单管的好处就是更省能量，并且从能量转化为异常值的转化比例来看，单管的性价比会比双管更高一些。而双管的好处是出伤以及累计异常的速率更快。实战中我们使用双管，虽然消耗的资源更多，但是呢我们能省下更多时间，让杀敌速率大大提升。我个人实战中比较常用到的肯定还是双管。为什么是双管呢？因为双管拥有单管所不具备的连招系统。当伯尼斯发动长按普攻时，长按普攻结束后，可以直接接长按 E 发动双管喷射。当他发动招架支援的时候，招架支援后也可以直接接 E 进行双管喷射，以及当他发动连血技后，也能直接长按 E 接双管喷射。这3种连招方式消耗的能量都和普通的双管喷射一样，只会消耗50%左右的能量，但是累计的火属性异常都比普通的双管喷射要高很多。
其中长按普攻后接双管喷射可以累计100%的火属性异常，招架支援后接双管喷射也可以累计近乎100%的火属性异常，连携技后接双管喷射可以累计近乎145%的火属性异常。看见没有？145%。所以个人建议，如果实战中能打出以上3种方式的双管连招，就尝试去打一下，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接下来我来讲解伯尼斯的核心机制——燃点槽。当我们发动强化 E 技能消耗能量的时候，消耗的能量会转化为燃点槽里的燃点，给燃点槽进行充能。燃点槽的上限是100点。当伯尼斯每消耗1点能量，就会获得1.4点的燃点。也就是说，想要给燃点槽攒满的话，伯尼斯需要消耗71.5点的能量，也就是总能量槽的60%，即可补充满燃点。并且刚进入战斗的时候，不消耗能量，伯尼斯的燃点槽也是满的，这一点还是很合理的。那么燃点槽里的燃点有什么用呢？当燃点大于50点的时候，伯尼斯就会进入燃油特调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他的长按普攻、强化 E 技能、连携技还有终结技命中敌人时，都会给敌人附加上灼伤的效果。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已经是燃油特调状态了，然后我用强化 E 技能，打敌人一下，敌人就会陷入灼伤。被灼伤的敌人身上会有这一小坨火焰的特效。当队伍里的其他角色攻击陷入灼伤状态下的敌人时，后台的伯尼斯会消耗8点燃点，并且对灼伤状态下的敌人造成一次火属性的负 C 伤害。这个负 C 伤害和伯尼斯的攻击力和异常精通属性有关。当伯尼斯的燃点值是满燃点100点的时候呢，这一个灼伤伤害一共可以触发13次，并且每 1.5 秒最多触发1次，并且这一个灼伤伤害也是可以累计火属性的异常值的。我们来触发13次灼伤伤害，可以发现13次的灼伤可以让70级的杜拉汉累计85%左右的火属性异常。看到这里，相信屏幕前的你对伯尼斯实战中的操作手法已经了然于心了。我们只需要让他释放强化 E 技能，消耗能量的同时把能量转化满燃点，燃点转化满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切去后台了，让其他队友进行战场主 C， 他在后台消耗燃点来辅助负 C 就可以了。当13次火系负 C 触发完之后，我们再切出伯尼斯，再释放强化 E 技能，以此进行循环。至于他释放强化 E 技能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4种方式进行释放啊。屏幕前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前战场上的情况选择最合适的释放方式即可。最后还有伯尼斯的大招和一个额外能力没有讲，他的大招可以让他恢复50点燃点，并且触发大招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快速支援，切换前场角色，2个人一起在前场进行输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伯尼斯释放大招，直接恢复50点燃点，然后我们可以立刻切出茧，2个人一起在场上输出。最后还有一个额外能力，当队伍中存在其他异常角色或者和自身阵营相同的角色时触发。当伯尼斯发动长按普攻、单管强化 E 技能、双管强化 E 技能命中敌人的时候，他的那一个负 C 的火属性异常累续值会提升65%，并且队伍中任意角色对敌人施加灼烧效果时，灼烧效果持续时间延长3秒。以上就是伯尼斯的所有技能机制和实战操作手法解读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的解读了啊！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点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测评环节。
由于伯尼斯是一个后台副 C， 所以他给队伍提供的整体伤害不会有前台主 C 那样看得那么清楚。我在这里给大家归纳一个不是很准确，但是傻瓜都能听懂的结论。伯尼斯在实战中一波标准手法循环下来，可以给对面70级的杜拉汉的灼烧异常条打满 1.8 次，并且附带13次负 C 的伤害。每次打满100%的灼烧异常条，杜拉汉都会被灼烧26次，每次的伤害是9457。然后伯尼斯每次负 C 如果不暴击的话，伤害是10392，一共可以负 C 13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忽视掉伯尼斯自己上场的时候打出的小部分直伤，也忽视掉他所有暴击的可能性，也忽视掉灼烧伤害提前被紊乱结算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伯尼斯一波循环下来，对70级杜拉汉造成的伤害是9457乘以26再乘以 1.8， 再加上10392乘以13，最后的数值是577684，并且这577684是他的一个下限伤害。毕竟呢，我把他的直伤也给去掉了，然后呢，把实战中他暴击的可能性也给去掉了，也把紊乱带来的影响给去掉了。实战过程中呢，他的伤害或许会再高一些。当然，我的这个算法肯定算是很粗糙的，因为实战中的变数非常多，实战中敌人的种类不同，他们的抗性也就各不相同，以及异常累积的速率也完全不相同，所以这个数字只是给屏幕前的新手玩家的一个最简单扼要的一个参考，各位高手玩家还请多多担待。接下来，请各位高手玩家们欣赏实战录屏。实战副本选择与空洞为敌2，我选择的阵容是伯尼斯加简加赛斯的一个队伍，其中伯尼斯和简都是0+1的，算是一个高配的平民队伍。有一说一，这个身材真好啊！开局先把明辉给捡了。捡了之后，我们先用简把小怪给清了，小怪还不配我的伯尼斯上任何灼烧 buff。来，赛斯这一边先给简上一个盾，然后加一下精通，然后伯尼斯这边一个长按普攻，把灼伤给上去。现在我们简在输出的过程中，对面就会一直被我们打灼伤了。来，看见没有？紊乱伤害出来，直接把这一个精英怪秒掉，然后这边2个精英怪一起上灼伤，先强击再紊乱，直接秒掉。可能屏幕前还有很多新手玩家并不知道紊乱是一个什么意思，你只要简单理解为场上的所有紊乱伤害都是伯尼斯打出来的就可以了。燃油特调全部加上去。好的，现在我们简把所有资源放在 BOSS 身上。你也叫简啊，妹妹。好的，这边又是强击加紊乱，黑简已经3/4的血没了，看见没有？这就是伯尼斯加简的一个杀敌速率。看完了0+1的，我们再来看一下0+0的。伯尼斯这边把专武换成了触电纯才，简这边把专武换成了双生气星，我们再去打一下看看。重要的事情说2遍，身材真好啊！好的，我们开局依然是先把明辉给捡了，然后简把小怪给清了。哎呦，这一次小怪站得好分散啊！没有一次性把小怪全都清了，有点失误。好的，小怪清完之后，手法和刚刚一样，赛斯先上拐，然后伯尼斯这边上灼伤。这烫一下的伤害是13810，之前带着专武烫一下的伤害是15401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好的，现在2个精英怪也是都被我们上去了灼伤。
打出紊乱来，应该就直接清走了。nice， 2个紊乱，看见没有？直接给他清掉了。赛弗这边先上盾，拐一下进攻。伯尼斯烧他 ，nice， 进入燃油烫条，开始倾泻所有输出。对 BOSS 减的话，烫一下的伤害是9860，而上一局专武烫一下的伤害是11697，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好的，终于是把灼烧条给打满了，最后紊乱核爆直接带走，这就是双0+0的一个实战录屏了。打了1分21秒啊！再来看一下刚刚那一段双0+0录屏的精彩回放，在最后的5秒钟，伯尼斯和简互相搭配，打出了2次紊乱的爆发伤害。5秒之内，一次20多万的紊乱，一次30多万的紊乱，这瞬时爆发伤害有点意思哦。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本以为伯尼斯的主要伤害来源会是这一个灼伤打出来的余烬负 C 伤害，但是经过我多次实战，我发现其实这个伤害只是占小头。其实伯尼斯在实战中大部分的伤害来源还得是把对面的异常值打满后灼烧出来的异常伤害，或者灼烧转变成紊乱打出来的核爆伤害。这点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给灵命伯尼斯的强度做一个总结。算是绝区0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台负 C 吧啊，就后台负 C 的含金量肯定是不会低的，它的强度放在当前版本肯定是非常高的。但是作为第一个后台负 C， 作为先驱者啊，我们都知道先驱者呢后续有可能可替代性就会概率比较大啊，这一点呢，或许屏幕前的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性癖斟酌一下。总而言之，当前的版本早抽早享受这个结论肯定是没毛病的。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武器还有驱动盘的选择。武器的最佳选择呢，肯定就是它的专武了。它的专武不仅可以提升它的伤害，而且还可以提升它后台的回能效率。在刚刚的录屏中，大家也看见了专武的表现了。在专武的加持下，灼烧伤害是9457，负 C 伤害是10392。但是我个人认为专武其实不是必抽的。如果你有练度比较高的轰鸣座驾的话，专武就可以不用抽。比方说我这里有一个精炼4阶的轰鸣座驾，我们来看一下这精炼4阶的轰鸣座驾的一个表现吧。灼烧伤害是9396，然后灼伤负 C 伤害是8148，伤害肯定是要比专武低的。但是我为什么会说轰鸣座驾很香呢？因为轰鸣座驾存在一个专武都没有的使异常累计效率提升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是带着专武，然后我们直接使用双管直喷，可以发现专武呢可以给杜拉汉累计80%左右的火属性异常。现在我们直接把专武换成了轰鸣座驾，依然是用和刚刚一样的手法，轰鸣座驾直接把火属性异常累积到了将近100%。绝区0也已经公测那么久了，大家应该清楚的知道累计异常效率对于一个异常角色是有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才会说，只要你有练度比较好的轰鸣座驾，专武其实是可以不用抽的。那如果你轰鸣座驾没有的话，在下位替代就是格丽斯的专武嵌合编译器。这一段是嵌合编译器的一个伤害，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灼烧的伤害是9085，然后灼伤负 C 伤害是9253。伤害呢是比轰鸣座驾要更高一点，但是个人还是感觉轰鸣座驾的可以让异常累计效率提升要更香。至于剩下的雨林饕客、
触电唇彩以及双生气星呢，个人玩下来都比轰鸣座驾要稍微逊色一筹。总之我个人还是建议有轰鸣座驾就用轰鸣座驾就完事了。双安的武器我们来说驱动盘，驱动盘4件套肯定是混沌爵士，这个没啥好说的。至于2件套的话，我个人强推自由蓝调，然后6号位异常掌控，5号位可以选择火伤或者穿透值，然后4号位选择异常精通啊，就非常容易的一个圣遗物的带法。驱动盘的带法。至于配对方面，按道理来说，伯尼斯他作为一个副 C， 并且他是在绝区零这种并没有什么元素反应机制的游戏里的副 C， 他其实加入所有配对呢都是很不错的。但是个人玩下来，实战最香的还是双异常紊乱队。简可以直接把伯尼斯的所有灼烧伤害通过紊乱的方式提前结算，打出核爆，这一个实在是太好用了。最后再随便加一个辅助啊，什么露西呀、凯撒呀、赛斯呀什么的都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凯撒和赛斯在这个队伍里面，他们都只能给减增伤，但是露西却可以同时给伯尼斯和减增伤。大家届时在配对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以上就是灵命伯尼斯的所有展示啦。接下来我们进入命座，也就是隐化的提升环节。一隐燃点的上限直接从100点提升至140点，并且进入战场时，伯尼斯额外累计40点燃点，而且余烬副 C 的效果伤害倍率提升，提升效果等同于伯尼斯攻击力的100%。余烬效果累计的火属性异常值也会提升25%。我们先来看一下灵隐的情况下。灵隐的情况下，伯尼斯的余烬副 C 伤害是10392，然后在100点的燃点的加持下，这10392一共可以出现13次，并且给70级的杜拉汉累计80%左右的火属性异常。而点了一隐之后，这3个数值都有显著的提升。首先，余烬副 C 伤害提升到了13360，并且灼烧的次数从13次变成了18次，而且提供的火属性异常直接飙升到了120%多。也就是说，一隐对于伯尼斯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一隐还是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缺陷。点了一隐之后，伯尼斯的燃点上限提升了，但是能量转化为燃点的比例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想要攒满燃点槽，我们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从原来的消耗60%变成了消耗83%才能堆满燃点槽了。二隐，敌人每受到一次余烬副 C 的灼伤伤害，那么它就会受到4%的穿透率加成，最多提升到20%，持续6秒。在点二隐之前，伯尼斯的灼伤伤害是13360，而减的普攻伤害是1167。而点了二隐之后，这一个灼伤伤害会变成15017，并且呢，对全队都是有一个穿透率加成的，减的伤害提升到了1308。三隐和五隐不需要多说，我们直接来看四隐，强化 E 技能或者支援攻击。这个支援攻击呢，我们可以就看成它的余烬副 C 的灼伤伤害啊。命中敌人时，招式暴击率提升30%，并且双管强化特殊技的火焰喷射持续时间上限提升1秒。四隐很容易理解喽，首先双管喷射持续时间明显提升了，然后呢，余烬的副 C 更容易打出暴击了，看见没有？第一下就暴击了，又暴击了，又暴击了。不过呢，就算堆上四隐，我个人也不建议你去堆双爆，因为还是那句话，它的主要输出来源还得是异常打出来的灼烧或者紊乱伤害，个人还是建议堆异常掌控和异常精通的。最后六隐，
他的双管强化特殊技命中敌人时，将额外触发特殊的余烬效果，对目标造成伯尼斯60%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每 0.5 秒触发一次，并且在发动双管强化特殊技的时候，双管喷射的伤害还有特殊的余烬伤害呢，会无视目标25%的火属性抗性。并且双管的强化特殊技命中处于灼烧状态下的敌人时，能额外截烧一次，等同于原本伤害1800%的灼烧伤害，20秒内触发一次。说白了，六影就是强化伯尼斯在战场的时候这一个双管喷射的伤害的啊。对于双管喷射以外的其他伤害呢，并没有加强。我放慢视频给大家用显微镜展示一下六影的提升。下面这一个不断的跳的4位数伤害呢，就是特殊余烬伤害，每 0.5 秒触发一次。然后呢，这一个226000的这一个伤害呢，就是额外结算的一次灼烧伤害，每20秒触发一次。再加上它的直伤无视25%的火抗效果呢，一波循环下来，六影可以让伯尼斯增加30多万左右的输出。不过六影虽然增加了他的战场伤害，个人还是不建议六影的伯尼斯进行战场的，切出其他主 C 进行战场呢，效率会更加的快速一点。以上就是伯尼斯的隐化的详细提升了。给他做一个最终建议总结吧。我个人感觉强度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呢，毕竟是第一个副 C 角色，后续会不会被替代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斟酌一下。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